很多人大概都有过这种经历，前一天晚上熬得特别晚，第二天最先崩塌的往往不是你的工作状态，而是你的食欲。炸鸡、奶茶、高糖甜点，这些平时你还能忍住的东西，那天突然就变得极其诱人。你明明知道不该吃，可那种想吃的冲动就是压不住。很多人会说，嗨，昨晚没睡好，今天嘴馋了。但这句解释太表面了，其实这根本不是你自制力不行，而是前一晚的熬夜已经把你大脑里做决定的那套回路给带偏了。2026年顶刊 Cell Reports 上发表了一项研究，他们发现缺觉之后，你改变的不只是饭量，更要命的是你的食物偏好被强行篡改了。研究盯上了大脑里的一个区域丘脑，当你睡眠不足时，丘脑里的组胺和 H3 受体通路就会异常活跃。这个开关一旦打开，它会直接把你的食欲强行绑到高脂肪食物上。所以不是你不自律，是你当天的生理程序被熬夜给篡改了。这很容易让你的血糖像过山车一样乱飙，最后滑进暴饮暴食的死循环。但你想想，如果只是多吃了一点垃圾食品，那还算好的。真正麻烦的是熬夜把你拖进的第二层深渊，它直接瘫痪了你的修复系统。白天我们的肠胃一直在高负荷运转，它本来是指望趁你晚上睡觉的时候好好做个细胞更新，修补一下黏膜。可是2026年 Cell Stem Cell 的一项重磅研究证实，睡眠一旦紊乱，压力信号就会顺着脑迷走神经一路杀到肠道，这会让肠胃里的干细胞遭受极大的氧化应激压力，结果就是肠道里负责吸收营养的绒毛结构被硬生生的拉短了，你的肠道就这样失去了自我修复的能力。你因为第一层失控，吃进了大量垃圾食物，而第二层的瘫痪又让肠胃根本没法处理这些垃圾，这就叫雪上加霜。如果身体天天这么内耗，第三层恶果就要爆发了，也就是全身性的炎症风暴。2026年 Communications Biology 的一项研究发现，长期的睡眠剥夺会直接激活你体内的压力控制中心，医学上叫 HPA 轴。这个开关一开，你的肠道菌群立马跟着大乱，有益的短链脂肪酸大量减少。更可怕的是，这会引发一类叫做百介17的炎症因子显著升高。这种炎症不仅在肠胃里烧，还会顺着血液蔓延到全身，比如它会直接攻击你的泪腺，引发干眼症。所以大家发现没有，熬夜之后你的肠胃难受，你的眼睛干涩，这根本不是几个独立的小毛病，而是一条被彻底打通的病理链。选择回路被扭曲，修复机制被削弱，炎症风暴最后被点燃。面对这种多米诺骨牌一样的生理崩盘，别再只怪自己管不住嘴了。如果昨晚的熬夜已经成了定局，今天起床后，我建议你立刻启动这3项系统防御，千万别饿着肚子去考验意志力。既然知道大脑今天非要吃高脂食物，那就别让自己又饿又得做选择。起床后赶紧弄点高蛋白的早餐，先把血糖稳住，别让身体防线继续溃败，主动隔离高热量诱惑，接受现实吧。今天你的大脑不一定站在你这边，少一点临场斗志，多一点提前布置，提前准备好健康的午餐，别把自己扔进全是炸鸡甜点的环境里，尽早去见阳光。光照是调节生物钟最大的物理外挂，清晨的自然光能帮你把乱掉的节律重新对准，给身体一个重启的机会。熬夜最可怕的不是夺走你的精力，而是悄无声息地篡改了你身体里的底层逻辑。这里是 XB Lab， 我们不包养生鸡汤，我们只用最前沿的生命科学帮你拆解身体的硬核机制。如果你喜欢这种扎实好懂的科学内容，记得点赞订阅，我们下期见。